Last Academy Season 2由 Bear in the Night 开发设计，它是欧美小黄油欲望学院的接续作品，日前已于 Steam 游戏平台上公开贩售。游戏本体售价为新台币345元，以沙盒模式来看，具有约13.5小时的游戏总时长。同时，本季依然支援官方简中，有配乐也有色特效音，但没有语音配音。又尽管它还是选择导向式的视觉小说，不过在游戏起始前，玩家将可以选择沙盒或小说模式来进行游戏。可是，即便你选择了沙盒模式，但在这季刚开始就会被要求看上一段时间的前情提要以及故事序章。另 Last Academy Season 2的故事陈述，主角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并没有非常开心，直到那天他收到一封来自魔法学院的邀请信函，最终他也如愿以偿地当上那所学校的新生。又本作故事接续了刚刚才结束的前一学期，在度过了短暂假期后，他即将回到那个具有各种神秘以及诡谲氛围的魔幻世界。而本作的故事更加聚焦于旧有关系的深化，以及与更多新加入的角色展开互动，当然还有埋藏在台面底下的暗潮汹涌。又延续前述， Last Academy 目前出到第2季，登场女角已来到30几位，其中本季可完整攻略的约20位。但由于本作出场角色众多，质疑有的角色会被安排短暂或者永久性离场。同时，新推出的角色除了串场功能，更多时候它的目的应该还是为了预留下一季的伏笔。不过，倘若未来都持续这种角色扩充机制，则让人担忧，后续再有更多新角色加入时，难免会影响到故事的精炼。毕竟，虽然 Last Academy Season 2属于那种文本比较扎实的 H game， 可是我还是稍嫌剧情深度不足。即使该做的角色具有立体感，可是这点还是透过支线的流水账对话补充。也许偶尔会有一些有趣桥段以及人设的产生，不过感情羁绊之类的剧情刻画却偏少，质疑容易担心其后续崩盘。而假若 Bear in the Night 能掌控好后续的创作节奏，且能把剧情再写深，那我想未来第3季的评价应该会更好。此外，由于本作具有自由探索的模式，质疑有时剧情发展将形成顺序上的倒错，这点也是蛮可惜的。至于游戏体验的部分，本作相较起第1季增添了不少串场微动画，只不过偶尔表现比较差，又在射时同样有着相同问题，像是表情不够生动或者动作稍显机械。还好它的情境营造有到位，也能简易切换视觉。而渲染部分，我觉得战斗时的渲染图有适时表达出冲突感，但日常生活的渲染相较起第1季就比较差。然后这次游戏不太需要玩家拼命赚取游戏内所需开销，取而代之的则是玩家在游戏内需要收集更多的书本，因为有的画面需要缴交一定数量的书本才能解锁。最后则是游戏内的社群网站欲望圈，使用欲望圈时可选择留言，在留言后有的图片点击手机画面即可看到对方回复，不过并不是所有画面都有时装这项功能。以上谢谢收看本次影片。